过了几个月甚至是几年，你的案件却丝毫没有音讯，没有进展，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欢迎来到我们每个斯朗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嗨，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在大家好不容易准备好材料递交给移民局，拿到收据号之后，过了几个月甚至是几年，你的案件却丝毫没有音讯，没有进展，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接下来会给大家介绍几种简单的方法，除了最后一种方法通常需要律师介入帮您进行操作，前几种方法都是申请人可以自己进行的。首先要提醒大家，在做任何案件问询之前呢，你要先去移民局官网上的 Case Processing Time 页面查询一下你的案件是否已经超过了正常审理时间。如果已经超过了，那么你就可以开始进行以下我们所说的一系列操作了。那第一种方法就是到移民局官网直接填写 Case Inquiry Form， 这个方法就是在 USCIS Case Status 网页上输入你的收据号，然后在案件状态下面你可以看到几个栏目，其中一个就是 Submit Case Inquiry， 然后你可以通过输入案件信息直接向移民局询问案件的状况，移民局会在一段时间后给你一个邮件的答复。如果你是在线递交的申请呢，比如说I-539类别的申请，它是可以直接在网上递交的，你会有一个自己的 online account，那你就可以直接通过 online account 在线账户的 secure message 联系移民局。这种其实是通过你的 online account 系统和移民局直接进行沟通。那第二种方法就是打移民局的电话了。那打电话的呢，尽量避免周一还有节假日刚结束的时候，因为这样的话通常等待的时间最久。那打电话的话，如何快速连接人工服务呢？你可以直接跟系统说 make an InfoPass appointment。那接到人工后，你会跟一个Tier 1 工作人员对话，会告诉他基本的信息，然后他会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然后让你等待 Tier 2 Officer 回电话。他会给你一个回电话的时间段，比如24个小时，或者是1个星期，甚至30天。那这个区间内，移民局会打电话给你。如果第一次没有接到没有关系，他会打第二次，所以大家那段时间要多留意自己手机，不要静音。我要介绍的第三种方法就是 Ask Emma， 它是一个类似于移民局的在线客服的服务。其实相比较于打移民局的电话，我更倾向于用 Ask Emma， 因为通常能更快速的连接到真人的服务。到移民局网站上的右上角有一个 Ask Emma 的图标，你点进去以后呢，会有个对话框，输入 Live Chat， 然后再等待一下，会有相应的让你选择的对话框，输入自己的收据号码，你就能够连接到一个 Tier 1 Officer 进行对话了。通常 Tier 1 Officer 会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然后告诉你多久时间内会有其他的工作人员通过邮件或者是电话联系你。最后我们要来介绍的一种方式呢，就是递交联邦催办令，它的英文叫 Writ of Mandamus。这个催办令是指在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政府机构，状告政府的不作为，比如说延迟审理移民申请就是一种不作为。那让法院进行裁决，逼迫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发起催办诉讼后呢，诉讼本身会给移民局带来压力，所以多数情况下移民局其实是愿意去尽快审结这个案件的。那你提交这个催办令后，被告他是有60天的时间做出回复，然后政府律师会向移民局询问他原告的申请情况。通常在这60天内呢，原告会得到一些关于案件的决定。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律师也会和原告谈判，就是说多留一点时间，比如说额外的30天啊，然后给移民局审理申请。那原告通常也会同意。那同时需要注意，催办令它只是加快案件的审理，它并不会改变你审理的结果。所以有的人如果担心把政府告到法院会不会遭到政府报复，让案件被拒，这是不会发生的。你的移民申请到底是被批准，还是要求补件，还是被拒，都是取决于你这个案件本身的情况，和你是否提交催办令没有关系。那希望以上介绍的几种跟移民局联系、了解案件进展的途径对你有所帮助。如果看视频的小伙伴有需要律师帮您递交催办令的法律服务，您可以联系我们了解更多情况。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
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